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介绍一本深刻影响无数人生活的经典之作《生活在别处》。这本书由捷克著名作家米兰·昆德拉创作，自问世以来，便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叙事风格，吸引了全球读者的目光。昆德拉以其独特的视角，探讨了人类在追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，以及如何在别处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和焦虑，仿佛生活在别处才是真正的解脱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？如何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不迷失自我？生活在别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哲学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天醒来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，而不是被无休止的工作和琐事所困扰，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昆德拉在书中提出的问题，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。我们是否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忘记了生活的本质？让我们来看看著名导演伍迪·艾伦的例子。艾伦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而闻名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正是《生活在别处》这本书，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他意识到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成就，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生活在别处，梦想与现实的交织。《生活在别处》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探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。昆德拉通过主人公亚罗米尔的成长故事，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在追求艺术梦想的过程中，逐渐迷失自我，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天生具有追求梦想的本能。然而，当梦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往往会感到焦虑和挫败。这种冲突被称为认知失调，即我们的信念和行为不一致时产生的不适感。要解决这种冲突，我们需要学会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：设定现实可行的目标，将大梦想分解成小目标，逐步实现；保持灵活的心态，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，适时调整自己的计划；关注当下，学会享受过程，而不仅仅是追求结果。生活在别处，梦想在心中。我们总是在追寻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，却忽略了脚下的路。以乔布斯为例，他在追求苹果公司的成功过程中，也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。然而，他始终保持对梦想的执着，同时又能在现实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最终成就了苹果的辉煌。自我认知，认识你自己。昆德拉在书中强调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。亚罗米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有真正了解自己，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正确的方向。自我认知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感知和理解。自我认知包括自我意识、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等方面。自我反思，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寻求反馈，从他人那里获取建设性的反馈，帮助自己更全面地认识自己。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意见，不断完善自我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只有真正了解自己，才能找到通往彼岸的桥梁。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提出了个性化的概念，强调个体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，不断整合内心的冲突，最终实现自我实现。荣格本人也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，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实践，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学理论。活在当下，享受每一个瞬间。昆德拉在书中反复强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。亚罗米尔的悲剧在于，他总是活在未来的梦想中，而忽略了当下的生活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活在当下可以有效减少焦虑和压力，提高生活的幸福感。活在当下意味着我们专注于当前的经历，而不是被过去的回忆或未来的担忧所困扰。正念练习，通过冥想、呼吸练习等方式，培养正念意识。专注力训练，集中注意力于当前的任务，避免分心。感恩练习，每天记录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，培养感恩的心态。生活不在别处，就在此时此刻。我们总是追逐着远方的幻影，却忘记了眼前的美好。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到，他每天都会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我还会做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吗？这种活在当下的态度，帮助他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策，最终成就了苹果的辉煌。人际关系、连接与分享。昆德拉在书中也探讨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亚罗米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不仅来自于个人的成就，更来自于与他人建立深厚的连接。人际关系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。研究表明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显著提高生活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。人际关系包括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方面。积极倾听，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感受，表达理解和同情。真诚沟通，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建立信任和理解。
分享与支持，与他人分享快乐和困难，互相支持，共同成长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，但正是这些短暂的相遇，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。著名作家海伦·凯勒在他的自传中提到，正是他与老师沙利文小姐之间的深厚友谊，帮助他克服了失明和失聪的困难，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人生。海伦·凯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力量和勇气。追求意义，找到你的使命。昆德拉在书中探讨了人生的意义问题。亚罗米尔的悲剧在于，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，最终走向了毁灭。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提出了意义疗法，强调个体在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，找到生活的动力和方向。弗兰克尔认为，人生的意义可以通过工作、爱和苦难3个方面来实现。探索兴趣，尝试不同的活动和领域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。设定目标，设定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，为自己的人生设定方向。服务他人，通过帮助他人，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为他人带来了什么。著名企业家理查德·布兰森以其对冒险和慈善事业的热爱而闻名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正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，驱动着他不断挑战自我，最终成就了维珍集团的辉煌。布兰森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找到人生的意义，可以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力量和动力。生活在别处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本人生指南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，如何在追求自我认知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，如何活在当下，享受每一个瞬间，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找到人生的意义。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。通过亚罗米尔的悲剧故事，昆德拉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往幸福和满足的道路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《生活在别处》，并将其中的智慧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，这本书都能给你带来新的启示和动力。让我们一起在生活在别处的指引下，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旅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。谢谢大家。